齐王有令，我饕餮守节者，可食人类万户。你们想要人类新鲜的血肉，过了松阳关便应有尽有。不过，得先过得了我。人神妖兽本来各行其道，相安无事。正因将军身陷人间烟火，引得通天已开，无数妖兽来到人间，三界大乱。始作俑者乃将军。将军有没有想过，如今已是第6个夜晚，将军认为阳城府的10万水军真的会来救援吗？将军，援军何在？奉阳城府主公之命，报与将军，援军不会来了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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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。将军，饕餮，你本是妖兽，居然为人类与我们为敌！阳城府的信使，替我看看松阳关下可有一座小城。那座小城唤作无暇，我牵挂之人还在那儿，他会脱险，我不敢死。莲灯和尚竟以肉身化他。什么事？我回不去了。
饕餮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并肩作战。你既是龙之第五子，不若往后我便称你为五爷吧。和尚，你痛快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松阳关下的枫树，如今又该转红了吧？是那处每隔100年才红一次的枫树林吗？据说那里曾经有过一场大战，死了好多妖兽。关下的枫树吸了太多的妖兽墨血，才变成这样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在莲心塔伫立之前。你在画什么？没画什么。给我看看。哦，不行。给我，快点，拿来。停，别动。翠园樱桃，怎么了，掌柜的？想不想看公子吃纸啊？想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快吃啊，公子！吃啊吃啊，快吃啊，吃吧吃吧，吃吧，吃！哎呀，你俩不干活看什么热闹？皮痒了是不是？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们！哎，小心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别跑！没抓到就惨了。让公子逮到可了不得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跑得快是吧？啊，当初就不应该换你们俩出来气我，看我不把你们俩给烧了！
主，雷军大佬，雷击王主啊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！落笔如生，公子真是厉害。天香楼今日不营业，朱姑娘外出取材了，你们白跑一趟。可外面的珠子灯笼还在挂着，珠子灯笼挂着，朱掌柜不就应该在吗？哦，我给忘记了。况且你也看见了，这月白色窗帘挂在2楼，就说明朱姑娘心情不好，不见客。这月白色窗帘挂的未免也太久了些吧？依小生看，足足有1旬吧。在下听闻，天香楼的朱掌柜因为没有少见新鲜的食材而无法下厨。在下这里正好有一位世间少有的食材，想献与朱掌柜。若公子代为引荐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也好。掌柜的最近正缺食材，还吵着本公子要给他找呢。刚才居然忘了自我介绍，真是失礼。不才乃扬州汤包肠第17代传人常青，现任这天香楼账房兼跑堂。这位公子，幸会了。好饿呀！饿了就吃。没好吃的，快饿死了。我说，任性也要有个限度。这天香楼整整半个月没开门了。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没有想吃的新鲜食材出现啊！饮食者，乃是顺应四时与日月共生的大事，1粥1饭都不能敷衍，必须是命中注定、独一无二的想吃之物啊！你老人家可以等得起，我还要攒钱还你300两银子呢。大毛，你真的是一点意境都不懂。没有好吃的，我宁可饿死。你呀，你不用饿死，至少今天不用。我天，好一个鲛人啊！没想到还能见到如此稀奇之物。这鲛人有何稀奇？《白泽精怪图》上记载了，这鲛人蛇首鱼身，又生有双足，生于深海冷水域，比那胭脂炉要珍贵上100倍，也是难得的美味。可惜了，这么年轻细嫩的鲛人肉，偏偏少了这么一味重要的滋味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么新鲜，要不您再看看？新鲜倒是新鲜，可是他呢，一直被囚在这瓮中不得自由，当然愁苦了。加上被你送来，自是惊惧悲痛。这血肉都是苦的，能有什么好味道？他呀，是缺少一味特殊的滋味，才能让他虽然被千刀万剐，也心甘情愿。那是什么？那一味叫做
爱情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有一次，我意外落水后在岸边醒来，一睁眼就看到了他，秋水明眸，就那么一眨不眨地望着我。喂，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在下姓高，名从，字子玉。从那以后，为了再次遇到他，我每天都会来到上次我们相遇的海边，来寻他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在哪儿呢？姑娘，姑娘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为何不肯出来相见呢？高某只是想报恩，可是不知道恩人姓名，还望姑娘出来告知。姑娘，你在哪儿呢？姑娘，姑娘。我在这里买下了一处房产，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。荷花，
可是好景不长，由于没有收入，我只能不停地出入当铺来维持生活。杜兄，昔日的好友，可否借些银子应急啊？谁也不肯出手相助，更是对我百般嘲笑。我开始挖藕，卖字画。为了阿娇，我尽我所能的去努力。公子喜欢字画吗？但是看看字画，却无人问起。快点上班吧！给我吧。相公，你累了，喝点茶吧。我为了你被赶出家门，你却什么都做不好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阿娇，是阿娇吗？我怎么会想到，我的枕边人竟然是只鲛人？第二日，许久未见的好友谢燕找到我叙旧，喝醉后，我便与他说起了此事。好吃，好吃。想当年我们一同游学，纵马欢歌，恕我冒昧，兄台如今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我最心爱的人，居然是只鲛人！骗子，全是骗子！高兄，小弟在这里可要恭喜你了。恭喜我！如今我这个样子，喜从何来啊？你可听说过南巡节度使贾大人？那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。我多处打听，才知道贾大人最喜食愉快，尤其喜欢生食。要说起这珍惜愉快，高兄家里不是有现成的一条吗？谢燕让我把阿娇送给贾大人换取荣华之事，我本无心。可回去跟阿娇一说，她竟然说什么？我愿意。怪不得掌柜的说这肉是苦的。换作是谁，这样被所爱之人深深伤害，这心里肯定也是又苦又涩的。既然都是他自愿的话，那就先暂时养在我天香楼吧。至于到底要不要吃它，等你想好了再说。既是如此，那就劳烦朱掌柜了，在下告辞。还没睡呢？我饿，我饿得睡不着。
你不是饿，你是馋。若是真饿，那为何晚上我给你下的面条，你却一口未吃啊？废话，我是要吃胶人块的。这肉质苦涩，恐怕难以下咽。掌柜的，你还是回房睡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啊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大半夜不睡觉躲在这儿，就是为了怕我吃它。哎呀，掌柜的，这鲛人呐，面目丑陋，肉质苦涩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打他主意了，放下执念啊，放下执念，四大皆空。你这个样子，倒是像极了一个人，他也总念经，絮絮叨叨的，但他就是一个和尚，而你比他还要啰嗦。那人是谁呀？我前2天去寺庙遇到的一个和尚。我哪里像？我只不过想让你早些歇息，别吃撑了闹肚子。那为什么我吃过那么多妖兽，就这只特别？因为他也曾经是个人，他也有感情，他也会痛。况且，被爱人亲手送来宰杀，这种痛远胜于千刀万剐。谢谢公子。多谢朱掌柜。谢我？你就不怕我帮高从？若能被朱掌柜妙手烹饪，献给贾大人，令夫君知我虽为妖兽，但也有一颗真心，不会辜负他待我的一番情谊。听见了吗？都是他自愿的，干嘛埋怨我？为了夫君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那日夫君从谢宴的酒席上归来，便大病了一场。他的肠胃整日以野菜粗粮果腹，哪里经得起这大鱼大肉？又喝了点酒，加上心中的痛楚，风寒交加，猛然间便高烧了起来。阿娇，阿娇，相公，我在呢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刚才我在梦里，一时间是你被人一刀一刀的割，一时间是我又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我好痛苦，好难过。阿娇，都怪我没有。谢燕跟我说，让我将你献给贾大人的时候，我应该严词拒绝的。我真该死，我居然动了念头。但随君意。你说什么？但随君意。好一个但随君意，说来说去还是高从自己的意思。给你个台阶都不下，你说你们鲛人是不是都不会说谎？来，多谢公子。哎，这高从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甘愿为了他去死？好，
他有什么好？我只记得在那个夜晚，风浪中看到夫君放生了一条海鲈鱼。下去吧。好。下次机灵点，不要再被抓了。生妻而食还是太过于残忍了。快回你的深海里去吧，人类的食欲可好着呢。我就看了他那么一眼，便爱上了他。阿娇，听起来高从以前是个好人，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从前做好人是因为富裕，自以为是高贵；现在穷困了，这人就原形毕露了。阿娇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是想要高从的爱，还是想要让他得到荣华富贵？但随君意。这鱼脑袋，哎呀，真是不开窍啊！别说做过了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此处可是天香楼？回禀王爷，正是。唉，什么人呐？走到哪里都要带红地毯，多气派啊！我的天哪！帅！啊，帅！
这1楼挂着朱字灯笼，说明掌柜的愿意见客。这2楼挂着月白色的帘子，说明掌柜的不愿见客。这个天香楼啊，有意思。琅琊王到。琅琊王赵恒，常某拜见王爷。掌柜的正在休息，不知王爷大驾光临。免礼。本王初到此地刚刚落脚，走了一上午，连中饭都未吃。正巧听闻这天香楼朱掌柜的手艺天下第一，不知能否有幸品尝一番啊？啊，王爷过奖了。朱掌柜今日并不见客。这吴下城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是名厨也有不少。王爷初到此地，不如先去品尝一下其他人的厨艺。其他名厨的手艺又哪里比得上朱掌柜的？本王只想见朱掌柜一人，也只信得过他一人。不知朱掌柜何时愿意见客呀？本王可以在此等候。王爷近日舟车劳顿，来吴下城的第一顿，自然马虎不得啊。这位小哥说的正是。什么正是啊？什么东西这么香？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好香！怎么这么香？闻到你之后我都饿了。你慢卖，出多少价钱？大胆！这是新来的吴下城城主琅琊王，你休得无礼！这位小丫头，刚刚何出此言呢？难道本王身上有什么异香吗？因为你是妖兽啊，而且是好香的那种妖兽。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素来听闻朱掌柜最擅长烹饪妖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没想到这小姑娘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来来来，这丫头天下第一。这个海盐炒的，尝尝。怎么样？果然非同凡响。不过啊，朱掌柜，还是不及本王所带之物啊。北地玄龟，凿其龟甲，取其鳞肉，以金箔蜡制，可永葆风味，堪称人间极品。怪不得你有妖兽的味道，原来是串味儿了。明艳，喂，还没听明白吗？收刀。你想让我烹饪它？正是。不要。大胆！朱掌柜，本王也是有脾气的。说的正是，好赖你也是个王爷。哎呀，王爷，我们家掌柜的这是……这妖兽啊，是有灵性的，需食其鲜。快为上品，炙涮次之，蒸煮为下。你这块肉放了这么久，早就没了灵性，就算风味不变，跟一块火腿有什么区别呢？受教，受教了。掌柜的，今日若不做生意了，我上去再把那个白布挂出去，省得让人误会。找干嘛去了？哇，他好帅呀！还是个王爷。
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。你这辈子才活多久？不过朱掌柜，即使窗帘挂了出去，那本王要吃的话，也可网开一面吧。这块肉不该我做，拿回去让你们家御厨料理。赵家小子，你知道我？当然了，琅琊王赵恒，谁人不知啊？不过，你来这无下城，该不会只是让我做这块肉吧？小王不才，在京城待不下去，被发配到此地，掌管巡猎司。巡猎司？那么以后，承蒙朱掌柜关照了。关照谈不上，不过这巡猎司，以后要是捕获什么珍奇的妖兽，你可得想着我呀。那是自然，奇珍异兽，必与朱掌柜共享。说得像我都贪吃一样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朱掌柜这天香楼里私藏什么妖兽不告诉我的话，本王可是不依。听闻昨日有人抬了大瓮进了天香楼，莫非那就是鲛人吧？鲛人可是会吃人的，如若藏匿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哎呀，昨天那条胭脂炉伴着芥末生吃光了，王爷可是来晚了呀。人呢？就我们两个，没有别人。不信你看。本王最近的口味确实清淡的很呐，着实想吃一味特别的食物。既然朱掌柜烹饪妖兽这么有名的话，那我这儿哪有什么妖兽啊？你看我这天香楼，都多久没开张了？闪开！恢复。哎，徐学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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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官翰林院学士徐疏影参见王爷。徐学士请起。谢王爷。本王久闻徐学士撰有《神州妖事录》一书，书中揽尽天下奇珍异兽。此次，本王奉父皇之命掌管巡猎司，有关莲心塔一事，还需向徐学士请教。啊，王爷请讲。本王听闻，500年前莲灯和尚因善心之举，偷偷感化闯入人间的妖兽饕餮。此举导致通天瘾大开，大批妖兽闯入人间，其中不乏一些野心之辈，以黑岐王为首的。
意图屠杀人类，占领两界。莲灯和尚在距离两界连接最近之处的无下城与其展开大战，虽未大获全胜，但他以肉身化作莲心塔，将其镇压。可有此事吗？回禀王爷，没错，这便是莲心塔的由来。由此说来，莲心塔倒，黑旗王出，所言非虚啊。那近日莲心塔受损一事，可是与黑旗王有关？此事，下官尚且不详，还请王爷恕罪。王爷今日去了天香楼，不知得到了什么信息？徐学士何出此言呢？朱掌柜来历成谜，他对莲心塔又极为在乎。坊间早有传闻，他便是当年那只饕餮的化身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辛苦你了，阿娇。不辛苦。没事吧？我说掌柜的，你说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何体统？怎么能在陌生男子面前聊着聊着就睡着了？那要不是你昨天晚上拦着我，我吃饱了自然早早睡下，我何苦废话那么多？你还是想吃阿娇啊？其实出门之前我已经把阿娇给撤了。说谎？没有。那便是我的这双眼睛瞎了。我来天香楼这么久了，你有什么小动作能瞒得过我呀？再说了，你这双眼睛，只要一说谎，眼珠子就会乱转。早知道我就把你饿死在天香楼门口算了。说实话吧，你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？难道真想把阿娇交给琅琊王？对啊。你这样做岂不是害了阿娇？这寻猎司本来就是抓妖兽的，我不过顺水推舟而已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借机分一杯羹是不是？没办法呀，我饿呀。你，哼，你气性怎么这么大？开门。阿娇，阿娇，站住！站住！我要见阿娇！我要见阿娇！阿娇！阿娇！不能见！我当是谁呢？长青公子，长青公子，我要接回阿娇。这我可做不了主。长青公子，谁呀？敢在我天香楼大呼小叫？朱掌柜。翠烟。高公子，怕是不知道我这天香楼的规矩吧？朱掌柜，朱掌柜，朱掌柜，我后悔了。你不是说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吗？我想好了，我不该卖掉阿娇的。毕竟她是我最心爱的女子，世间荣华千千万，但阿娇始终是我的唯一。请让我接回我的爱人。卖的时候称她为妖兽，现在却口口声声叫爱人，可笑。我想起了阿娇昔日对我的好，我真的好后悔，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才会做出这般猪狗不如的事情。求你们把她还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高公子，这做买卖哪有说要回去就要回去的道理啊？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这天香楼还怎么做生意啊？
求掌柜高抬贵手。高某只是一时被蒙蔽了心智，才会做出如此不耻之事。掌柜，只要将阿娇还给我，高某感激不尽。就算我同意，阿娇也未必愿意同你回去。既然她是你的妻子，你就得遵循她的意愿。这样吧，若今日她愿意同你回去，我便成全你们这对鸳鸯。多谢朱掌柜。你真要让他把阿娇接走啊？阿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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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人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生当同妻，死当同穴，这本是至亲至爱之间才可以立下的誓言。我同你立下盟约，却因贪图一时的荣华富贵而将你出卖。枉我读圣贤书10余年，却活成了一个卖妻求荣、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！如今我悔了，若从此以后再欺负你，必将挫骨扬灰，万劫不复。娘子，你可愿原谅我？我这天香楼又不是你们家，要搂要抱回自己家里去。娘子，我们回家可好？嗯，好。还不走，还在我眼前找晦气。谢过朱掌柜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？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你吃了我们那么多兄弟，养得肥肥胖胖的，也到我们一饱口福的时候了。大人，大人的梦魇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，计划已经在实施，谢烨定将鲛人献给大人，大人吃了鲛人后，必能治好梦魇。这个怎么卖啊？这空心菜啊，1文钱一斤。新鲜的吗？新鲜，今天早上刚从地里拔。这个呢？鲛人曾在这里出现过，任何蛛丝马迹不能放过。是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听说了吧？有人在附近呢，亲眼看到了鲛人。你可别吓我呀！我怎么会吓你呢？他们真上来了啊！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哎，姑娘，怎么走了？这菜要不要了？哎。
这一件衣服，我们已经穿了2个月了。公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画件新的呀？可不是嘛！哎，前几日我在街上看到一对樱桃红的耳环，再配我不过了。我要是戴上的话呀，肯定美得那琅琊王连眼睛都睁不开。眼睛都睁不开？我看你是丑的人家琅琊王都不敢看吧？嘴呀，你说什么呢？看我不打你！嘴呀，你给我站住！嘴呀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这大白天的，我见鬼了吧？什么鬼敢来天香楼？别自己吓自己。对，走。好，走。走。这个月都第3回大白天遇见鬼了，难道你们真的害怕吗？哎呀，公子，掌柜的演得这么卖力，我们当然要配合一下了。掌柜的，你这回又作什么妖呢？我饿，我的病严重了，你看我的手都动不了了。他妈，我病得这么严重，你都不心疼我？我怎么会不心疼你？崔樱桃，去把掌柜的饕餮鼎拿来。公子，给我画新衣服，给我画新耳环。你俩先去拿东西。公子，为什么掌柜的要什么有什么，我们要什么没什么？就是，公子虽然长得好看，但是却十分偏心。罢了罢了，你们2个婢女已经变坏了，我且重新画2个，换掉你们。我不要什么饕餮鼎，死汤包，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？你僵直嗜睡的毛病呢，我是知道的。但是你现在的毛病啊，不是手，而是嘴。从2年前认识你开始，就知道你有好吃妖兽的毛病。之前总是闻香即好，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？病变了，行吗？你就是想方设法要吃妖兽。对。琅琊王到。看来本王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你来的是时候。等我一下，元芳。怎么又来？那块腊肉呢？朱掌柜，你这手是怎么了？王爷，明艳，本王正是来送肉的。金樱桃，把我的香拿来。哦。你跟我走。你干嘛去？不让我吃妖兽，我偏吃给你看。哎。产物，你明知道这块腊肉早已失去灵性，与普通火腿无异，又为何如此痴迷？今天就是想告诉你们，只要是我朱成碧愿意的，死物也能变成活的。你不是说是块腊肉吗？看好了。
出神入化。你来吧。吃吧。这肉，经入口即化，肉质充盈，连味道也和普通的鲜肉无异，不，应该是更好。朱掌柜的厨艺不愧为天下第一。这叫妖兽转生，这叫死性不改。不用管他。朱姑娘，人都走了，别装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妖兽之肉嘛，本王还是吃过的。纵使朱姑娘厨艺神通，但也不能操纵生死。所谓转生之说，不过是形变，而非质变。即使肉质再鲜美，也没有了妖兽的灵性。你居然吃出来了！唉，如果是厨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，我就不用跟你臭汤包斗气了。汤包，这外号倒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好玩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起外号可厉害了。你看他们俩，绿的叫春酒，红的叫蟹粉，贴切吧？春酒蟹粉，我也给你起一个吧。就叫腊肉，你就叫臭豆腐。朱掌柜，本王姓赵名恒，直呼其名便可。哎呀，腊肉，你今天又来我这儿，是家里没好吃的吗？最近街市上出现了鲛人的踪迹，鲛人性情残暴，很是危险。本王特地来提醒朱掌柜的。但我也听闻这鲛人肉质鲜美，你就不想尝一尝吗？果然，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那是什么呀？妖怪，有妖怪！快走！走走！小狗！小狗！
怎么样？是我拖累了你。若你我从未相遇，你便不会被逐出高家，也不会落得一个腿折的下场。自始至终都是我拖累了你。如今我的父兄已经找来，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不，阿娇，不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不行，你不能离开我的。阿娇，阿娇，相公，相公，你怎么？阿娇，不，你不能离开我。如今连你都不要我了，这天下之大，哪还有我高从的容身之处啊？我该如何保护你，相公？相公，你一定要带着它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听说皇上不喜欢你，便想把你流放了。我若说是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那你肯定不是亲生的。我还偏偏就是他亲生的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？你不是也刚回来吗？天色也不早了，本王告辞。如此也好，不送。腊肉，不送。喝了这么多酒，聊什么呢？聊怎么吃到鲛人啊？你还想吃阿娇？那都是他咎由自取。爱上一个异族，难道就是咎由自取啊？他有什么错？是不是我饿死、病死你都不管？高从都能浪子回头，为何你还执迷不悟？众生皆平等，难道你非要伤害无辜才能满足吗？妖兽的肉是肉，那家鱼的肉就不是肉吗？你一句众生平等，难道全天下都要吃素吗？那蔬菜和水果就没有生命吗？你干嘛去？出海捕鱼。和尚，莲心塔出现了裂痕，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我是饕餮，这天下之物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吃食，可偏偏你告诉我，人界是一个有温度、有感情的世界。可有感情，真的是件好事吗？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为了对你的承诺，我才不要在这小城中受禁锢。究竟是何等承诺，让朱掌柜如此的上心呢？你不知道莲心塔不得任何人进入吗？但门口并没有进入的牌子。这是无下城人人都知道的规矩。小王初来乍到，不知者无罪，但不知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呢？我定的。你倒是挺会给自己找理由的。王爷，请回吧。朱掌柜放心，本王对你的秘密并不感兴趣。只是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吧。朱掌柜，王爷，请回吧。
身体不适就不要硬撑了。多下点，多吃点啊。我要吃那个，涮火锅，不入流。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聚在一起吃火锅。很显然，他不是。听说啊，某人昨天是被抱回来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你不让我吃妖兽，害得我双腿软弱无力。我可是一只饕餮，我一口能够吞下整个天香楼。你不让我吃这儿，也不让我吃那儿。要不，我给你画纸教人吃如何？好啊，笔呢？在哪儿？现在就画！快快快！笔在哪儿？笔在哪儿？我……哎呀，等吃坏了肚子，又要趴在桌子上哭。掌柜的都好几天没进食了，你要是能画，就让他试试呗。对啊，也不想想谁画你俩出来的，这会儿倒帮着他说话了。吃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？你当他就只是吃？他们两个帮我有什么不对？现在到底谁是掌柜的？你是不是就知道哄我玩？你之前吃的都是妖兽，可是现在的阿娇已经有了人类的感情。有人类感情又怎么了？他那么痛苦，我帮他解脱痛苦，有什么不对？他说的解脱就是吃了阿娇是造杀孽，更何况他每每吞噬一只痛苦的妖兽，妖兽是解脱了，可是他却要背负着痛苦活下去。哦，那就是说，如果掌柜的吃了阿娇，就会背负阿娇的痛苦，继续活下去。没错。那不得了了，那我们得给掌柜的找一些快乐的妖兽，或者我们帮助阿娇，让阿娇变快乐，这样子掌柜的不就能吃了吗？对呀，你们怎么理解的？全然不对。怎么不对？我觉得他们俩理解的很对呀，就你这破道理，他们两个都听不懂，谁还能听懂？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很对。对，我们先让阿娇变得特别快乐，然后掌柜的再吃了阿娇，掌柜的不就幸福了？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翠妍说的挺对的，不开心掌柜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翠妍说的就是对的。你说阿娇变快乐，我吃了以后就能变快乐，对不对？特别的好，太对了。翠妍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多抓。我真想生活在一群老母鸡汤中。是的，是的。翠妍怎么变聪明了？说的非常对啊。你说阿娇变快乐，我吃了阿娇不就更快乐吗？越来越快乐。我就是要吃快乐的妖兽。又吵架了？不是每天都这样吗？走吧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呀？高从今天来找你做什么？过中秋来送我礼物啊！无故送你东西，必然有所求。你又答应他什么了？他就不能单纯送我礼物啊？他才不是这样的人。他若是有值钱的东西，早拿去变卖了。他感激我呀，是我让他和阿娇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对吧？对。你只要打消吃鲛人的念头，就算造福大家了。切。对了，那个中秋节怎么过？你说什么？中秋节怎么过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就随便问问，才没有要管你。狼牙王到。
朱掌柜，小王有礼了。今夜王爷怎么不在家中跟家人一起团聚？怎么又来我天香楼了？自然是特意邀请朱掌柜一同前去赴中秋家宴。本王是第一次在吴下城过中秋，若没有朱掌柜的美食，岂不是遗憾吗？掌柜的今天哪里也不去，我们要在家中团圆。团圆什么呀？家里又没有什么吃的。腊肉，我去。琅琊王，请稍等，我去换件漂亮衣服。等等，放手！他妈，待客之道。朱掌柜，不必如此苛责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账房先生罢了。明艳。好漂亮啊！下去。不知这件金丝罗裙可否合朱掌柜的心意？合，特别合。你们2位丫头，还不帮你们掌柜的上去更衣？好。你俩谁丫头？